我是杜杰，是一名摄影师。这个项目最早的出发点是，我想做一个练习，就关于一些表演呀，关于一些做导演的一种训练，让不同的两个年龄段的人不同的那种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吧，不同的一种碰撞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难点我觉得还是在选演员跟演员的交流，因为现场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发生啊，怎么去改一些戏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有一种很不可控的东西，而我们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比较小成本的短时间之内拍的事儿，那大家很喜欢这件事儿，或者是大家想一起做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，然后才搭建了这么一个班子。开机。FX6是挺适合我这次拍摄的，就跟我这次拍摄的一个理念非常的接近。我们现在这个摄制组，我们只有8个人，但是我们要拍2台机器来拍，双机拍摄，很符合我这种理念吧。就是你用一个很小的团队，可以做出比较高质量的一种影像来。我们基本上没有用过灯光，全部用自然光。在这种自然光的这种条件下，其实它那个变化很大。比如我们今天在拍山里的那种雾啊，有时候那个树会遮挡的光线很暗，然后出来以后又会很亮。就是画面那种宽容度也好，相质也好，都能满足这样的一种拍摄的需求。然后我们拍一些夜景的时候，其实照明的环境很差，就是有些那个在车里的镜头，我们车窗也有一镀膜，很暗，其实里边，但其实拍出来的效果其实是用索尼的这种很高感的这种，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了。索尼的这个机器本身内置的这种就是可以自动跟焦点的这种功能，它也可以解放出来说，有的比如说跟焦点的人，他可以把这个机器。或者说是一个掌机的人，他可以把这机器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给做掉，确实给了我比较大的一种创作的一种自由度吧。车里边拍演员，假如有一些动幅在动，但其实我焦点可以锁定它，我不需要再有个人真的去跟这个焦点。而且车上的时候，其实我同时加了3台机器，还有一台阿尔法7，所以3台机器在拍，其实几乎没有跟焦点的这个人的这个位置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拍这种车戏的时候，或者是拍一段比较难的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来保证演员的表演。那如果我们只有1台机器或者2台机器来拍，可能会损失很多的角度，比如演员这时候演的他很好，或者说我没有剪接点，我们需要有一台其他的背机来去捕捉一些其他的一些角度。那当然像阿尔法7可以加载很小的机位，然后它可以当背机，它可以有功能很强大，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儿吧，然后还可以用共同的一套镜头。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实用性的一个角度。我其实不是说就迷信某一种摄影机，说哪一台机器就好，哪台就差。其实这些东西是服务于个人的一种创作嘛，它就是我手里的一个工具。我只能说，假如再让我选择一个机器来去拍这个我现在拍的片子的话，我可能还会选择这台机器。主要我是觉得它真的是能让我按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模式去创作。我现在拍了很多那种很多人那种电影的制作的那种状况，其实我有点厌倦那种事儿。我说为什么电影是那样的呢？非要是几百人、1000人、2000人在工作呢？当然没说它不对，只是我觉得电影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，就是我们真的去脱离那种束缚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去被一些东西去束缚住，我们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。我所有的这个经验只是来自于我这次拍片子的一种经验，我认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提供了一种创作的空间。说哪一台机器就好，哪台就差。其实这些东西是服务于个人的一种创作嘛，它就是我手里的一个工具。我只能说，假如再让我选择一个机器来去拍这个我现在拍的片子的话，我可能还会选择这台机器。主要我是觉得它真的是能让我按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模式去创作。